2025年的5月14号呢，One 呢推出了 VACE 的14B 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应该说将 VACE 技术呢推到了一个新的顶点。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介绍里边看到这样一句宣传语啊，叫 All-in-One Video Creation and Editing Model。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将所有的视频生成和视频的编辑呢，都集中到了一个模型当中去。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艳的模型。那它都能完成哪些任务呢？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比方说有参考图片的功能，有动作转换的功能，有动作控制的功能，然后有这个结构控制的功能，有重新上色的功能，然后呢也有这个主体重建的功能。甚至呢有主体移除的功能，外部绘制的功能。那么很多大 V 呢对这个模型有做了非常多的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个不同的维度，然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功能有这么多啊，那么它内在的联系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需不需要一个一个去记工作流，还是说我们需要掌握它内在的这种联系？所以说呢，我们这节课呢重点去挖掘一下 VACE 它各种操作的一个内在的关系。那所有的实例呢，我都构建到了 Running Hub 上面，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One 2.1 的官方的首页。那我们可以在它的这个模型介绍当中也会发现啊，它在5月14号呢提出了 One 2.1 的 VACE。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啊，就是说它原来不是提出过 1.3B 的 VACE 吗？但是如果你详细去看那个模型的话，你应该知道啊，它是一个 Preview 版。所以说呢，14B 出来之后，才是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 VACE 功能的强大。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 Diffuser 格式的模型的话呢，可以通过下边的地址去下载。当然，如果我们要在 ComfyUI 里边去用的话呢，用它是不行的。所以说呢，我们依然会用到 K 神的 OneY6 的扩展。通过 K 神提交的这个任务列表里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啊，它呢应该是完全支持这个 14B 的 VACE 的。但是我们在它的这个示例工作流里边，可能并看不到太多的这个关于 14B 的工作流的信息啊。这个其实跟 1.3B 呢是基本上很像。如果你要参照的话，可以参照这个工作流。当然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直接用我给大家重新构建的这个工作流啊，会更加的清晰一些。好，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它每一个特殊功能的一些基本信息。首先呢，你要注意啊 ，One 2.1 除了给了这个模型的一个首页之外呢，它在这儿有一个 VACE 的专门的这个介绍。所以说你也可以打开这个页面，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这里边呢会有更多的关于 VACE 可以完成的基本的操作啊，帮助你去理解那么 VACE 到底能做什么。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 VACE 官方的这个项目页面呢看到更多的信息。这个我们在 1.3B 的时候详细给大家说过，这个呢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分别介绍了啊。好，下边呢我们就从一个一个工作流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基本的功能和内在的联系。我们先看一下你必须掌握的一个最基础的功能啊，叫做图声视频。有人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首先你要注意啊 ，VACE 使用的结构呢和工作流呢稍微有些不同。那这个不同点在哪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在模型加载的部分，那 VACE 是怎么去加载的呢？其实呢它是靠一个图声视频的这个模型加上了一个 VACE 的模型啊，然后变成了我们整个这个模型。那在我这个工作流里面，这儿有2个加速项啊，你看你实际的情况。如果出现了爆内存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把这个块交换呢给它连上。如果你支持这个 Sage Tension 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给它连上啊，这个都会起到加速的一些作用。那我们下边来看一下我现在选择的这个主模型。这个是一个 VACE 14B 的，那这个模型哪儿来的呢？那这个模型呢依然来自于 K 神在爆我脸上的这个仓库。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这个 OneY6 啊，就是我们所有One模型的这个列表里边呢，我们可以找到 VACE 的相关的这个模型。这有我们之前的 1.3B 的 Preview 的啊，同样呢我们会有 14B 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VACE 的 14B 的 BF16 的啊，大概是6个多 G， 然后这是 FP8 的。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下载这个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流，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加载的 T2V 的模型。你要注意啊，是一个 T2V 的 14B 的啊。这个呢是 14B 的 BF16 的，当然你可以用这个 FP8 的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的 T5 的编码器和 VE 呢和普通的 One 是一样的。
然后呢，这儿有一个特殊的节点叫做 one value VE encode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这里边呢有3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叫做 input frames， 就是原始的视频的输入。第2个呢叫做 reference images， 就是说你参考的图片。再往下边呢就是 input masks， 就是说我们这儿会有一个叫做输入的一个遮罩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再细说。那经过它编码之后呢，我会得到一个输出啊，叫做 VCE embed 啊，就是说 VCE 的一个编码后的向量。这个向量呢可以直接引用到 image embed 啊，然后可以作为采样器的输入。首先呢是文本编码器对于提示词的编码，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加速的措施啊。这儿我开的呢就比较多了。首先呢我开了 Enhance Value， 然后呢开了 SLJ， 同样呢开了 Tcache 和 CFG Zero Star。完了之后别的设置呢其实跟 one 的采样是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实现了什么功能。这个里边最核心的输入呢就是这个 reference image， 它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是拿一个图片进行了一个 reset， 然后得到了一个对应的参考图，然后呢我们看生成的效果。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图声视频。有的人可能看看就完了，但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啊，引起注意，这个模型的价值非常的大啊，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INP 模型是很像的啊。它是怎么样一个玩法呢？注意啊，它的最大的价值点在于它将一个文声视频的模型提供了一个图声视频的功能。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原来有了这个会员的文声视频，去等这个图声视频等了很长时间啊。但是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原有的文声视频的这个模型，让它具有这个图声视频的功能。这儿呢我们说点题外话，比方说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讲一个模型叫做 MovieJ。 这个模型的话呢其实是一个经过微调的 One 2.1 的这个模型，具有更好的电影质感，而且具有更好的这个美学的展现。但是很不幸它是一个文声视频的模型，这个一旦没有了图声视频的功能，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好像价值呢就大打折扣啊。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把它转成一个图声视频的功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工作流。那这个工作流呢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输入图片给它传到了这个哪儿啊，叫 reference image， 这是大家掌握的第一个模型。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输入图片有什么讲究呢？大家看一下啊，可以这样做。我这儿呢加了一个 remove background，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去背啊，把这个背景给它去掉。那大家可以猜想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人物没有这个背景。然后我这个提示词呢又改了一下啊，我叫做beautiful woman is walking in city street，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呢正在这个都市的街道里散步。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非常的漂亮。这个女孩呢一致性非常的强，被完全的调用过来。然后呢她现在这个环境已经变了。那你这个时候要注意啊，这个内在的关系，就是如果说我们把不需要的用白色的涂抹掉，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会通过提示词呢进行重新的引导。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换成任何的东西，就任何的物体，可以不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球，是一个猫，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把你不需要的元素涂掉，然后用提示词生成一个它在新环境的这种使用的方法。所以说呢大家要掌握这种内在逻辑。好，我们继续，这个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一个操作了啊。那这个里边呢我们同样啊是有一个参考人物作为 reference image， 然后呢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可以生成一个动作啊，这个很简单啊，我就不细说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个 reference image 连到这儿，然后呢我们将这个 condition image 啊，就是我们这个条件的视频啊给它传到这个input frames。 这个原始输入呢经过这个参考图片的一个驱动呢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大家看一下，那在这个里边那我们会发现啊，就是说这个人物和这个背景几乎呢都是参考着这个的，而且呢非常的漂亮。那你可以用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技巧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们用一个 remove background， 然后呢这样连过来，然后提示词呢你可以设定一下，比方说你希望它在另外一个环境里边去跳舞啊，比方说同样写啊 in city street， 那我们同样是可以得到一个刚才那个效果的一个视频的啊。下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顺便呢把大家捋顺一下这个思路。好，我们稍等一下。
那这个采样就完了，大家看一下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完成了人物一致性以及它背景的一个迁移。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要了解这个内在的一个机制和原理啊，就是说不是说别人说用一个参考图你只能让它动起来啊，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如果去了背之后呢，这个背景是可以重绘的。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呢是以我们比较复杂的一个设置，其实属于什么叫主体替换啊。大家看一下啊，我这儿呢同样有一个参考图，然后呢我这儿有一个视频，视频里边呢有一个美女啊，我现在呢可以通过这个 Point Editor， 通过这个指定点的这种方式，把这个人物的遮罩呢给它取出来啊。这儿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而不用传统的 Segment Anything。因为对于视频来讲的话呢，它对于这种遮罩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有比较高的要求。那如果说你要是用传统的 Segment Anything 呢，可能有很多的闪烁，所以说呢我一般呢就用这种方式。这个呢大家应该都很熟了，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详细讲过它的基本操作啊。然后你注意啊，我会得到一个遮罩，这个毫无疑问。然后呢我还会得到一个什么，一个参考视频，这个参考视频我用了一个中度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7，当然也可以用白色啊，但是我建议大家用什么中度灰。那我们将这个视频的人物用中度灰给它涂起来，同时呢将这个遮罩给它存起来，我们可以连到这个 reference image， 那就是我们参考的图片呢就是它，而且是去了背的，你注意啊，不参考背景的，只参考人物。然后呢下边就是这两个，一个是 input images， 我是将用灰度图遮罩好的这个图片给它塞进去的，然后呢把这个遮罩传给谁呀？Mask， 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个 input 的效果啊，大家看一下，那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视频。这个人物他不管是衣服啊，外部的这个表情啊，和我们的参考图片都是很像的，当然呢没有戴帽子。帽子呢你可以在这个里边给它写上，因为我这儿只写着一个女孩正在坐着吃早餐，所以说呢会发现啊非常好的一个替换效果，这就是我们说的 inputting。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output 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这个遮罩区域变成了外部的这个，然后呢我们涂灰的这个也变成了外部的这个，然后对应的节点可能有一些变化，我们会用到什么这个叫 Pad Image for Output 啊，这样我们会得到一个外部的一个遮罩，是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啊，灰色的图的区域会被重新的重绘，然后 mask 说明重绘哪个区域啊，那你会发现这个最终的效果，我们就将这个图片给它进行了一个外扩的一个功能。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俩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就是一个图里边一个图外边啊，理解它基础理论是一致的，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大家可能用的不太多的功能啊，就是这个首尾针。VACE 的首尾针的功能也是非常强大的啊。我这儿呢有两个图片，一个是首针，一个是尾针，然后这两个的话呢我把它做成了一个 batch 啊，然后用到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也非常有意思，叫做 one value VACE start to end fram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一个是首针到尾针的一个什么编码的图啊。这两个图呢有两个输出，一个呢是我们的图片，另外是我们的遮罩啊。然后呢你要注意啊，就是帧数和我们这个强度是在这儿进行设置的，强度我们一般给 0.5 就可以，然后把这两个图片分别给到我们的 input image 和我们的 input mask， 然后我们将make image batch 之后就把它们两个生成了一个批次的这个图片之后呢，给了这个什么 reference image， 这是一个固定的手法啊。这个节点其实可以不要，你可以把手针直接塞过去。这儿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针的长度。你如果想让它的这个效果比较明显的话，这个不能太长，当然也不能太短。我测试起来65是一个不错的选择51也可以啊，再长再短的可能完不成你要做的这个复杂动作啊。为什么说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你要注意，我这儿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动作，叫女孩站起身走到电脑桌前坐下，你看一下，站起身走到电脑桌前坐下啊。你要注意啊，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椅子出现的是既自然又突兀啊。但是呢，这个工作完成的的确非常的棒，很多的这个首尾针的功能，包括 INP 的这个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啊。所以说我们说 VACE 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好，下面呢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下一个主题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两个图片的这种参考。我现在呢
有一个1024乘1024的一个人物图片，同时呢有一个52乘52的这个包的图片然后呢你要注意我现在呢算了一下总宽度的一半，它是 a 除以2嘛，然后呢我把它们俩都缩放到一半然后再把它拼起来，拼到一个图片，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作为参考图，你注意同样是一张然后我们塞到这里边去。那然后我们传回去之后呢，我们这个提示词变成了一个女人正在卖场里展示她的包，大家看一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你注意包的大小和人物的大小这个比例是不对的，受谁的影响？就是受这个图的影响，它完全的按照这个比例来重绘了这个视频，是因为他们俩在一张图片上那如何能突破这种限制呢？其实呢有一个方法，大家看一下，现在我这个图片的大小是1024乘以480我就是把这两个图片的高设成一样的，然后直接拼起来了。就是这个的参考图片的宽度不见得得是832就不见得非给这儿保持一致。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你会发现这个就非常的棒。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物的这个什么呀，人物这个面部好像变成了一个外国人是吧？所以说呢你尽量在哪儿在这个提示词里边写清楚，一个亚洲女人正在卖场里展示她的包，大家看一下也非常的棒。那这个女孩的面部呢也没有走形，对吧？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技巧其实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这些只是 VACE 的基本操作，其实呢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这个复杂操作一般是在 Input Frames 上给它玩出花来。你会发现 Input Frames 可以是自视图，可以是原始的图片，也可以是深度图甚至呢可以是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图片那所以说呢你可以做很多的组合然后完成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这儿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解释了如果后边有机会的话呢，那我会单独做一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VACE 的一些高级操作。那希望大家呢通过我展示的这些例子掌握它所谓的这些内在的规律知道你怎么去处理图片，你怎么去处理这个输入的视频，就可以完成你最终想要的那个操作，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结构化体系化的一个知识。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